我是喷嚏叔，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阿姆斯特朗炮。说到阿姆斯特朗炮，一定要提到威廉·阿姆斯壮男爵。早年受父亲的影响，他在伦敦攻读法律5年，之后当了11年的律师。阿姆斯壮把业余的时间都花在工程学上。从他日后在武器舰艇设计制造的表现上来看，他的确是有这方面的天赋，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执行力。他在1847年创立阿姆斯特朗公司，公司以生产液压起重机为主。1850年代之后才开始建造桥梁以及军火生产，之后承建英国皇家海军军舰的订单。1854年在克里米亚战争进行期间，阿姆斯壮得知英国陆军使用的重型战地炮十分笨重，不容易移动。他决定研发一种重量轻、机动性强、射程远、准确性高的轻型战地炮，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1860年代，先与艾尔斯威克大炮制造商合作，从事大炮制造业务。于不久后，再与米歇尔造船公司合作，成为英国军舰火炮的制造大厂。台湾牡丹社事件后，清国政府所采取的英制伦尔道炮舰、巡洋舰都是阿姆斯特朗公司所承造的军舰。两大公司后来进一步合并，1927年与享有盛名的维克船舰军火制造公司合并。几经合并之后，于2004年并入了 BAE 集团。说到蜻蜓在台湾的炮台所安装的西式炮台中，还有德国的克虏伯炮。接下来让我来说明一下大沙湾炮台与克虏伯炮。清法战争基隆战役前，位于海边的大沙湾炮台配有5门17公分的克虏伯炮。克虏伯火炮由克虏伯所发明，为1873年制造之侧门式闭锁炮栓新式火炮。外部新加装的套筒与套箍，可以使火炮发炮时炮身承受更大的膛压，也大幅增加了火炮的威力。克虏伯原来是德国艾森地区钢铁家族的成员，该家族为普鲁士王朝400年来最著名的钢铁生产和制造厂商，专门从事钢铁、弹药以及各项军事设施的生产。20世纪以后，克虏伯公司更进一步与欧洲最大的军事工业制造厂，自1999年时与泰森公司合并，成为泰森克虏伯 AG 集团，成为德国军事工业的最大厂商。从1859年开始，克虏伯公司开始生产大炮。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先行研发出后膛炮之后，克虏伯也开始开发了大口径的钢炮。1870年更在原有的炮管上面加装套筒与套箍，发明了火力更强大的侧门式闭锁门栓拼炮。至此，火炮事业为公司的事业达到了最高峰。克虏伯因此有加农炮之王的美誉。刚才皮皮提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安装在基隆炮台的在清朝时会是以这个阿姆斯特朗炮以及克虏伯炮为主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清代的洋式火炮以德国、英国制造厂商为主，所生产的大炮最为著名。身为清国洋务运动的代表，李鸿章在经过考察之后，发现英国、德国两国的火炮最新最精良，所以清国近代洋式的大炮采购便以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以及德国克虏伯公司所生产的大炮为主。
加菲也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说：“请 ChatGPT 来设计一款8英寸的阿姆斯特朗炮，不知结果会如何呢？”以下是 ChatGPT 设计8英寸阿姆斯特朗炮的建议。ChatGPT 在口径、总长度、膛线、重量、主要部分的膛式、炮管、药室、装药及旋转上膛等机构等，均做了详细的设计上的说明。ChatGPT 也建议考虑弹道曲线和命中精度、退壳机构和缓冲机构、火控系统等等。我们谢谢 ChatGPT， 也从现在的科技角度带给我们对阿姆斯特朗炮的设计的建议。其次，也提出了一个提醒了我要特别介绍基隆国定古迹二沙湾炮台阿姆斯特朗炮。今天的影片要跟大家介绍国定古迹二沙湾炮台是由刘铭传兴建，主要配置是阿姆斯特朗炮。氢化合役后，刘铭传随即着手于澎湖、基隆、淡水、安平、其后等5处要口建造炮台，并以60万银两订购31尊巨炮。1886年，刘铭传顺利透过英商怡和洋行与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签订合约，总预算达60万两，分3期给付，共采购了31门阿姆斯特朗后膛炮。这31尊全部配备于澎湖17门、基隆10门、淡水4门。二沙湾炮台配有6寸炮2门、8寸炮1门。二沙湾炮台位于小炮台山顶，后依炮台山，前临陡坡，面临港口，地势十分险要，因地制宜采抱山式建筑，负责防御基隆港内口以及8尺门陆路交通的要道任务。二沙湾炮台最初建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由台湾兵备道姚颖、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在海边兴建而成，为二沙湾炮台的前身。二沙湾侵华战争后，台湾巡抚刘铭传有感于台湾海防炮台的兴建必要，特别请德国技师包恩士依照西法规划修建而成。二沙湾炮台于光绪12年（1886年）正月开始动工，至光绪14年（1888年），工房及外围工事陆续完工，并配备由英国怡和洋行代为订购的3门新式阿姆斯特朗后膛炮，6寸炮2门、8寸炮1门，至光绪15年（1889年）完工。现在让我来为大家导览解说二沙湾炮台海门天险。东炮台区包含2座炮座及1个弹药库，炮座包含子墙与炮基2部分，子墙约呈摸字形，主要功能在掩护炮座内之兵员与装备，用铁水泥建造而成。面积较大的炮基上是右炮台，配备火炮有8英寸英国阿姆斯特朗炮一尊，左炮台为6英寸阿姆斯特朗炮后膛炮一尊，所以现在置于梅园的8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与此炮相同规格。古墓靠近东炮台区有3座光绪时期年间的古墓，墓碑上面刻有河南明治中军的字样，是刘铭传部队驻扎于此的证明。立碑于光绪16年（1890年），距今已有130多年。古井先决水源，洞口再以人制气法做成，以方便取水并维护水源。作为炮管的冷却，用人制气除了易于排水之外，在建筑工程上有防震的效果，尤其是用于炮台各项工程
能够发挥防震排水之效。尤其是基隆这种多雨的天候，是基隆各炮台区唯一留存的湖景。北炮台区有仿炮一尊，仿自1875年沈葆桢置于意在清城的4.7寸阿姆斯托朗后膛炮，而原来放置在此的应该是刘铭传购置的6英寸阿姆斯特朗后膛炮。弹药库东北两炮台各有一个弹药库，为躲避敌炮轰击，并兼顾战场作业需要，采半地下室的建筑形式。围墙采双重防护的回字形设计，正对炮位的墙边开出了一个小拱窗，作为地弹孔，也叫做天门。外墙顶斜坡出来的石雨壁，让雨水从屋檐直接滴下，不会流到墙面。大阶梯银色有小山丘的屏障，安全性大为提高，但是到炮区的距离也相对的提高。为了使士兵能够快速且几乎同一时间就战斗位置，阶梯做得非常宽。由于斜度大、阶面小，上阶容易，下阶难，游客下阶时要特别小心。营盘区，士兵生活作息所在的地区，营舍墙壁采用砂岩人字砌而成，用人字砌法除了予以排水，并在建筑学工程上面有防震的效果。营舍开口均向中央，以便迅速的到达炮位。这是130多年前的铁水泥，外面的筒子已经风化，只剩下铁水泥来见证二沙湾炮台这130多年来的风华。雉叠与马道，城墙上面有石块堆砌而成的突出物，称为叠，为使兵员易于隐蔽，并可改变射角，将叠设计为外宽内窄，俯瞰犹如雉尾，故称为雉叠。城墙内雉叠前的走道称为马道，古时候将领骑马巡视战况的通道。二沙湾炮台城墙短，无需骑马巡视，马道用于坚固城墙，故可以供射手蹲射之用。登城阶梯，据王洪凯教授查证，登城阶梯应是与城门同时建造的。城的功用在于保护城内的军民，是敌人进犯时的两军共决之处。城墙的设计必须考虑到军事用途，但是二沙湾炮台是一座炮台，而非真正的城，与敌人的主战场在海上，敌人会从城门进攻的可能性非常的低，因此城门主要的功能应是做围墙之用。之所以会建成城的形式，用意应有2点：一，气势非凡。城门是中国建筑中军事重地的象征，墙体大部分是砂岩钉顺砌而成，石材皆以中国传统的三合土砌接。二，承袭原貌，城门里边的设计承袭位于海边的二沙湾炮台，中法战争前，建造于二沙湾海边的炮台，建有城墙围绕，防御功能相当大。战后于山上二沙湾炮台的城墙建筑，景观意义大于防卫功能。好了，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喷气叔欢迎你的留言、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订阅，期待下一次影片与你相遇哦。